接着我们要为大家回顾的是第4周的上课内容，中药材的应用。中药材的应用，我们介绍了中药的配伍，包括了七情、方剂的组成原则、禁忌、用量、煎法。在煎法的部分，我们另外介绍了先煎、后下、包煎、令煎、冲服及氧化，还有服法。什么是配伍？或许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配伍指的是根据病情需要和药物的性能，选择2种以上的药物配合一起使用，叫配伍。药物配伍后，药物之间能产生协同、制约、调和等作用。药物间的这种作用总称为药物的七情。何谓七情呢？七情指的是单行、相虚、相使、相味、相误、相杀以及相反。方剂组成的原则包括了君、臣、佐、使。君药，药方中治疗主病或主症、解决主要问题的药物，我们把它称为君药。臣药是药方中加强君药疗效或解决次要问题的药物，我们把它称为臣药。佐药，药方中协助治疗兼症或制约君药的副作用，我们把它称为佐药。使药是药方中调和诸药或纠正偏性、毒性的药物或引经之药，我们把它称为使药。君臣佐使就是我们方剂组成的一个原则。用药禁忌的一个分类可以分为症后用药禁忌、妊娠用药禁忌、配伍禁忌。症后用药禁忌是指某类或者是某种症后应当避免使用某类或某种药物。妊娠用药禁忌可以分为慎用药和禁用药2类。禁用药包括了剧毒药、堕胎作用较强的药，以及作用迅猛的药。慎用药包括了活血化瘀药、行气药、攻下导致药等。配伍禁忌则是药物和药物之间搭配使用的一种禁忌。用量，在临床应用上，大多数人最适宜的治疗剂量称为常用量，也就是正常情况下通常指1次配伍量或1次治疗量。多数中药材的最常用剂量为10克。由于病情药性的不同，其用量也可以酌情加减。一般来说，质坚、体重、性平、味淡的药物和滋补性的药物用量较重，质松体轻、性毒、味浓的药物或解表的芳香性药物用量比较轻。第5周回顾。第5周我们介绍了中草药之香料，包含了机缘、性味、功效、选购要诀、应用及注意事项。其中我们更介绍了中华楚主伊尹的故事。大家对于中药香料5香应该还记得吧？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大小高肉丁。大指的是大茴香，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八角。小指的是小茴香。高指的是高良姜。肉指的是肉桂。丁指的是丁香。第2部分我们介绍了中药用于乳汁、乳包之运用，其中我们介绍了一个杨桃美食网，其中乳包一网打尽食谱中有许多我们市面上所会用到的乳汁跟乳包的一个制备。
第6周的课程回顾，在一开始，我们介绍了韩剧里面的医女大长今，还有中草药在坐月子中所扮演的角色。坐月子的传统中，我们比较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东方的妇女有坐月子的传统，而西方的坐月子或许没有那么的凸显，也没有坐月子的这种传统。但是西方他们讲究的是均衡的膳食，东方除了讲究足够的一个膳食调养以外，更有坐月子的传统以及仪器，它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妇女，期待再次的生产。接着我们介绍了坐月子的养生保健。我们在坐月子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包括不能搬重物，还有要有足够的充分静养及休息，均衡的膳食，都是坐月子的养生保健。坐月子及哺乳的中医食疗，我们就药膳的观点来看待，透过中医食疗的方式，可以使孕妇快速的恢复健康，期待她能再次的一个生产。至于哺乳的部分，有介绍到哪些药材以及哪些食材会有催乳的作用，例如花生猪蹄汤具有催乳的效果，而一些中药材像人参或是食材韭菜，则有回乳的这一些作用，在哺乳期间是需要注意的。